站住！淘淘，你考上大学没有？考上又怎么样？考不上又怎么样？关你什么事啊？淘淘，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妈就是关心你嘛。行了，你别假惺惺的了，还我妈，你又不是我亲妈。淘淘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你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自从嫁给你爸，我就把你当成我自己的孩子了。妈就是问你考上大学没有？考上了又怎么样？反正我又不会去上的。淘淘，这么说你考上了，那考上了怎么能回不去上呢？上什么上呀？就咱们家这条件，就算我真考上大学了，好像你能拿得起似的。淘淘，这你爸在世的时候留下的还有一点钱，他给我说了，一定要让你好好上学。你可拉倒吧！我爸留下那点钱够干什么的呀？上2天学，那钱就花完了。淘淘，钱的事啊，不用你操心，你只管上学就行了，一切有妈来想办法的。还你想办法？你能想什么办法呀？这事你就不用管了，妈无论想什么办法，一定要你上学，就算砸锅卖铁也要供养你呀。说的好像跟真的似的。淘淘，这不管怎么说，淘淘既然考上大学了，不管想什么办法，都要让淘淘好好上大学。只有好好上学，以后才有出息。不行，我要想想办法，要不跟别人借借去。哎，小智，是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去你家找你了，看你不在家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没事，出去溜达溜达。有什么事找我呀？这淘淘不是考上大学了吗？我手里没那么多钱让他去上学，我想给你借点。借钱？婶儿，说句不好听的，这你又不是淘淘亲妈，你管他那么多干嘛呀？再说了，这学费都得好几万，再加上生活费，其他的，这你能供养得起吗？小智，这话不能这样说。我虽然不是他的亲妈，可是我也养了他那么多年了。既然他考上大学了，我不能看着不让他去上呀。婶儿，我看你就是糊涂了，你管他那么多干嘛呀？再说了，这一个女孩子家的，上什么大学啊？出去打2年工，到时候嫁人不就好了？哎呀，你即使让她上了大学，到时候嫁了人了，她还能管着你啊？小智，他管我不管我，那些不重要，最主要的得让淘淘完成学业。这样的话，我也能对得起他死去的爸了。婶儿，我怎么说你都不听啊！你别怪我，那说话难听啊！我没什么钱，万一到时候他不管你了，你拿什么还给我？我先走了啊！珍宝，珍宝，哎，珍宝，谁呀，婶儿啊？怎么了？珍宝，我们家淘淘考上大学了，婶儿今天来找你，就是想给你借点钱。找我借钱啊？啊，供淘淘上学呀？你还真打算管他呀？珍宝，看你说的，他爸走了，我要是再不管他，那谁管他呀？你管他可以，我也管不着你。可是你借我的钱拿什么还呀？珍宝，你放心吧，等淘淘上完大学回来，我就还给你。说的好听，那上完大学钱都花完了，你拿什么还我呀？那空口无凭，你还是想别的办法。珍宝，就算是求你了，这不还有婶儿吗？我会想办法的，一定能把你的钱还上。那你说，你想借多少钱？借6万块钱。6万，这么多钱？婶儿，你个女人家还要供着淘淘上大学，你上哪给我挣这么多钱去？到时候怎么还我啊？那行了，你别为难了。你要真想借这个钱啊，把你家的房子抵押给我。珍宝，这个房子是淘淘他爸留给淘淘的，我要是抵押出去的话，以后我该给淘淘怎么说呀？你还为他考虑这么多？那行，不想抵押是吧？这个钱啊，找别人借吧。哎，珍宝，要不
婶同意。那行，既然你同意，走去我家，我给你拿钱。你呀，给我写个保证书。淘淘，这你没出过远门，在外边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。行，我知道，我都这么大了，你还啰里啰嗦的。你看看，妈不是担心你吗？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淘淘，学费什么的，咱都已经交过了，这些钱你拿着，这是你这个月的生活费。怎么这么多啊？家里本来就没多少钱，你不会把钱都给我了吧？淘淘，这个事啊，就不用你管了。这你出门在外呀，不能离了钱。那行吧，我知道了。行了，你也别送了，我该走了，一会儿赶不上车了。那好，淘淘，妈告诉你，到学校里啊，一定要好好学习。给，这是妈给你买的吃的，带上吧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我后面的学费你也不用帮我想办法，我自己会勤工俭学的。我走了。淘淘，到学校里一定要好好学习，不要想着什么勤工俭学，我会每个月按时给你打钱的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把你自己照顾好就行了。哎，一定要小心。淘淘这孩子还没出过远门呢，这第一次出去，我还是有点不放心。来了来了，孙宝。婶儿，这4年了，这个钱是不是该还了？孙宝，我怎么了？你不会没钱吧？不是的，是手里没那么多钱，只能先还你一部分。一部分？当时怎么说的呀？啊？当时你可是说好的，这个钱只用4年，现在怎么反悔呢？不是，我没有反悔，我是手里真的没钱。那有多少？有2万块钱，我现在就去给你拿。2万？哼，唉。孙宝，这是2万块钱，你先拿着，剩下的钱你放心，是一定会还给你的。放心？我怎么放心呀？啊，我借给你6万块钱，这都4年了，你才还我2万，那还有4万呢？你让我再等8年呀？不会的，孙宝，你放心吧，等淘淘上大学回来，就马上还给你的。还等他回来？婶儿，你是真不知道啊，这外面的世界太诱人了，特别是个女孩子在外面，怎么还会回来这个穷乡僻壤呢？我跟你说，她要想回来，早就回来看你了。这都4年了，也该毕业了，她人呢？淘淘，他小的时候就听话懂事，他不会不回来的。婶儿，她听话懂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她又不是你亲生的，你又不是她亲妈，她管你干什么呀？孙宝，就算是求你了，你放心，再过一段时间，是一定把这个钱全部都还给你。行，这是你说的，别怪我不给你面子，这一次我就不找你要了。但是下一次我再找你要的时候，记得把钱给我准备好，听见没有？我听见了，孙宝，那真是太谢谢你了。哎，走呀。这可怎么办呢？这过一段时间，孙宝要是真的来给我要钱，我要是还不上，恐怕这房子都保不住了。这都6年过去了，也不知道我那个后妈在家过得怎么样。我先回去看看她吧。哎，婶儿，又过2年了，你这2年可是1分钱没还呀！我跟你说，现在涨价了，这已经是6年了，现在你还欠我8万块钱。什么？孙宝，以前我借你6万，还了你2万，还剩4万呀！这一下
怎么挣那么多？没有利息啊！啊，这6万块钱借我6年了，我让你4万块钱利息多吗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就把钱还给我，要不然赶紧从这个家给我滚蛋！到时候你签的有合同的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房子以后都是我的了。金宝，你就可怜可怜我，再还我一段时间吧。你要是把我赶出去，我住哪呀？婶儿，你光让我可怜你，你可怜我行不行啊？这6万块钱，这都多少年了啊？你把本金还给我也行，利息我不要了。金宝，我不是不还给你，我是真的没有。婶儿，我告诉你，你要这样说的话，你就别怪我无情了。你当初就不应该帮他，还帮你闺女呢，他认你这个妈吗？多少年了，回来过吗？行，今天你不还钱，这个房子就归我了。咱们签的有合同，你呀赶紧走。金宝，走。金宝，你也给我一阵。这都多少年了，不帮你了，滚！哎，你干什么呀？妈，你没事吧？涛涛，你回来了。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醉妈，你为什么要赶我妈？还我为什么赶你妈？你自己问他。当初为了供你上大学，借了我6万块钱，这都几年了，才还我2万。妈，这是真的吗？涛涛，这是真的。你上学的时候，妈手里没那么多钱，我就给对宝借了，没想到现在也没还上呢。妈，你别怕，现在我回来了，一切都有我呢。你不是说我妈欠你6万块钱吗？那行，我告诉你，这卡里面有10万块钱，这4万块钱就全当利息了。拿了以后不要再找我妈了。淘淘，你说的真的？你出去这么多年，赚了这么多钱？当然是真的，不信你去查。那行，我信你。妈，对不起啊，这些年让你受苦了。闺女，你说什么呢？只要你能过好就行。涛涛，妈问你，你哪来那么多钱呀？妈，你放心，这个钱都是我挣的。我毕业这2年，我跟同学合伙创业，赚了不少钱呢。我在城里还买了房子。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接你，跟我一起回去住的。涛涛，你真有出息了，妈真是太高兴了。不过妈一个人在家挺好的，我就不去城市给你添麻烦了。妈，你别这么说，你自从嫁到这个家以来，也没享过什么福，又为我上学，又付出了这么多，现在也该是你享福的时候了，你就跟我一起走吧。那好，我闺女真是长大了，懂事了，以后我也跟你一起住。行，那走，咱回去收拾东西。好。